连着两期影片讲解了 Quick Add 的这一个比较复杂的外挂，可能大家都有一点头昏脑胀的吧。那这一次呢，我们就不再介绍外挂了，而是介绍一个 CSS 的片段给颜控指数比较高的网友们来使用。那这一个 CSS 片段呢，是由国外的一个作者 Thethor 他所制作的一个 CSS 的片段，主要就是让我们可以变更我们 Markdown 里面的文字的颜色。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9个颜色，它目前主要就是针对设置的这9种不同的颜色可以来使用。那我们今天的影片里面呢，就介绍它的几种变形给大家，然后希望有这个需要让你的 Markdown 的文字更加五彩缤纷的朋友可以来使用。那除了这一次这个 CSS 档的这个使用以外，我先前在第39期的影片里面也有介绍了另外一个8+8 Highlight 这个 Colors 这一个那这个样式的使用呢也很方便它是透过标签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直接变更颜色。我个人会觉得这个8+8这个方法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说你不想去学那一些标签的话，那其实今天介绍的这个样式可以直接指定颜色就可以直接变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要怎么安装跟启用。样式档的下载很简单首先就是在我提供的这2个网址里面直接去下载 CSS 档，然后呢储存到你的储存库的 snippets 这个资料夹里面就可以了那如果你不晓得你的 CSS 片段的资料夹在哪里的话那你可以进入设定，点击外观，然后呢拉到最后面移动到外观的最后面这里，你可以找到一个 CSS 片段，然后点击这个资料夹这个图示，它就会在档案总管里面呢把你的这个资料夹给显示出来。你只要把你下载的这2个 CSS 档也就是这2个我们这边只先下载了2个啦这2个 CSS 档呢，你把它储存到这个 snippets 这个资料夹里面，接着再回到设定里面它进来以后呢，你可以再点击这个重新载入，重新载入完了以后呢，这2个CSS 档案就应该会出现然后你接着再把这个勾选起来，然后再按结束，它这2个样式档就生效了所以就是只要做这样的动作就可以了。刚刚我们下载了这2个 CSS 档呢，我做了5个不同颜色的变化的展示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只要把区域文字的字体本身的颜色给改变那为了做展示我写了一个 Quick Add 的 Capture我们直接来使用第一个。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颜色的地方呢，我们只要用这样的格式就可以了用 HTML 的 span 这个标签，把你要变更颜色的地方给含刮起来就可以了。Class 这个属性里面呢，就要指定你的颜色。这个颜色因为大家都用同样的这个名称的话会跟不同的很多外挂里面使用的颜色都会相冲突到，因此我会建议大家直接来修改CSS 档里面的颜色自己换一个新的颜色，免得跟别的外挂的名称给冲突到了那我们就是直接找到在 snippets 这个资料夹里面找到 notation color blocks 点 css 然后去找到颜色的这个代码应该是在你可以一开始的话，你可以直接跳到146行这个地方来。好，那在146行这边呢，就是第一个颜色灰色 gray 这一个灰色定义的地方，原先它就是点 gray。那有这些名称呢，有一些跟比如说 buttons 这个外挂冲突到了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自己加上 note 减号。那所以后面这9个颜色呢，都是我自己加了 note 减号这样子的一个变动，让它不会跟别的外挂重复了好，那这样子我们如果说都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用 note 减号的方法来指定不同的颜色我们来看一下实际呈现的样子在这个地方这一块我们用 span 刮起来的地方呢span 这个就是这一块它就会变成不同的颜色来展示那这个是文字本身变更颜色的样子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如果文字的背景要改变颜色的话，好，我们一样再叫这第2个好。那它其实也是用 span，但是是在颜色的色码的后面加上了
-bg bg 就是 background 的意思，那它显示出来的样貌呢，就是像右边这个样子。好，那这个是背景的部分，然后接着第三个是使用把我们要的内容呢写在程式码的区块里面，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写很多行。那在这整个区块里面的文字，它的颜色呢就会都一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Ctrl Q。好，我们设这个第三个这个是背景颜色，它出现的呢就会是像这样子背景的颜色。好，那它其实要使用的方法呢，就是三个倒引号表示我们程式码的开头，那后面程式语言的部分呢，就是用 Note dash green dash bg， 好，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定义在 CSS 档里面所以如果说你这个名称要变更的话，你就自己去找到刚刚的这个 CSS， 然后把这个类似这个名称给换掉就可以了你要找到对应的设定的地方就可以了。那这个是程式码区块变更颜色的地方，然后接着我们来变它的前景颜色然后第四，好，那这个就是变更的程式码区块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嗯、这个程式写错了程式产生了有点问题，它这个回圈好像带错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大概的样子了好，这个有空我再去把它修正完毕。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第一个notation color dash blocks 点 css 它处理的四种变化那接着最后这一种就是所谓的高亮度的展示它就是在我们一段文字里面有个部分的东西，它可以用比较明显的方式把它给显示出来好，比如说像这个它会显示成这样子的一个格式出来那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地方比如说这个灰色啦、褐色啦，它其实都还是出现黄色因为主要就是说它这个 CSS 档里面它其实只定义了四种颜色而已。那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你就是要自己再去修改它的颜色我们一样要去找到，我们看一下档案好了我们要到 snippets 里面去找到这个 realistic highlight 点 css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这个重点它使用的 CSS 档，就是我们下载的第二个 CSS 档。那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就定义了 yellow、pink、blue 跟 green。那如果说你希望有更多颜色的话你就自己再来新增新的，然后依照它的这样子的使用的格式再新增自己需要的颜色出来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的几个变更颜色的方法。好，那最后我再讲一下我们这个刚刚这个 Quick Add 的程式码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进入设定，然后找到 Quick Add，然后找到我们这个选项。那我们第一次当然就是要先来维护我们的剧集，所以我们要新增一个，我们这边就新增一个 macro 底线 demo 底线 colors 那它就是去做我们指定的 demo 减号 colors 点 js。那这个脚本档那有了这个脚本档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加一个 choice 到我们的上面来所以你要在这边点击这个 capture， 然后 add choice， 把这个 demo colors 这个 capture 给加上来然后它的设定呢，就是要写到目前的笔记里面，然后要去执行这一个剧集。那这个剧集它实际上执行的是我们外部的 JS 档案就是这个demo 底线 colors 点 JS。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是输出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叫做 demo 底线 colors 那所以我们的主程式呢是在这个 demo 里面就是这一支那在这边呢，我们会使用 Quick Add API 的 Suggester 来让使用者挑选你要产生这5种不同格式的哪一种。那它的回传的 value 是函数的名称，所以我们有一个 text 底线 fg， 那对应在这个下面就会有一个 text 底线 fg 这个函数，所以我选择的第一个呢，它就会来执行这一个函数，那就会产生出我们要的内容。那大概就是很简单的一段小程式，但是透过 Quick Add 的 API 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很快来产生这些范例的程式而不用自己一行一行自己去
添加。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CSS，可以让你的 Markdown 的文字呢变得更五彩缤纷。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